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习近平最近麻烦可大了，大权旁落的传闻不断，现在连后宫都开始出事了。中共官媒已经确认，习近平传闻中的情妇内蒙古主席王丽霞9月4号被免职，人大代表资格也被终止，彻底栽了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的初恋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被再度拉出来议论。这不是普通的八卦，而是权力斗争的投影。从换装女王王丽霞的魔幻升迁，到铁凝与习近平的文艺旧情，如今一切被重新摆上台面，这背后究竟释放着什么信号？据内蒙古新闻网消息，9月4号，内蒙古召开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，通过并接受了王丽霞辞去内蒙古政府主要职务的决定，并终止内蒙古第14届人大代表资格。此前的8月22号，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，王丽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在接受调查。王丽霞人送绰号换装女王。据旅居欧洲的内蒙古前官员、时评人杜文引述体制内朋友的描述，王丽霞一年穿衣开销可能高达数亿元人民币，甚至更多。她的衣服多为海外无标指定制。更令人咋舌的是，她的仕途为何连几跳爬得如此之快？到底是攀上了哪棵大树？她的家族背景是不是她的助力呢？王丽霞1964年6月出生，辽宁建平人，学历背景可不简单，辽宁大学经济系本科，陕西财经学院硕士。1997年9月至2000年7月，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进修，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，被评为副教授，相当于副处级。拿到博士学位的当月，他便进入仕途，担任陕西省统计局副局长，相当于副厅级。从副处级一跃成为副厅级，连跳2级，犹如贵人相助。但这个贵人始终没有露面领功。2005年12月，他升任陕西省统计局局长。2011年调任中共铜川市委副书记、代理市长、市长。2013年1月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。自媒体人有料在节目中爆料出王丽霞为何升迁这么快的秘密。他说到王丽霞跟赵乐际、跟石泰峰，这都是公开的秘密。党内的淫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从乡镇到正国级都是如此。体制内就是专门要培养一些厅局级或者处级的女干部，她们比酒店里面坐台面要安全和方便。比如说王丽霞当陕西的统计局局长，过来倒酒，等到那些官员酒足饭饱，各种火候差不多了，其他人也醉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基本上都退场走了的时候，王丽霞就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前来助兴。王丽霞唱歌跳舞都特别好，这是真的，要不然说百变妖姬。老领导都喝多了，就扶她回房。此刻王丽霞就带着装有避孕套、壮阳药的小包到房间里。除了她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小女孩在房间里给领导洗澡按摩啊，都是这么安排的。像毛奇和李佩霞、张高丽和彭帅都是这么回事。有料表示，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去陕西的时候，陕西是按副国级待遇接待的，让王丽霞跟着一起接待。王丽霞把习远平伺候得很好，她跟习远平的关系一直都不错。王通过搭着习远平，就搭上了起薪习近平这样的一条政坛路线。之后习近平才开始重用他。2016年，按照蒙古由本族治理的中共体制原则，王丽霞被调往内蒙古，先后担任蒙古党委常委、统战部长、呼和浩特市委书记。到了2021年9月，习近平提拔了王丽霞，让她代替了晕倒了的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，担任了内蒙古主席，成为草原上的女盟主。2022年，她当选中共20大中央委员。2023年又拿下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资格。这一步走来，简直就是一部升职加薪换新装的政坛爽剧。有料分析，王丽霞的落马有贪腐的问题，但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
就是他调到内蒙古去的时候，没有向中共党组织交代他与布赫家族，也就是乌兰夫家族的关系。王丽霞其实是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的表妹，在习近平眼里，这等于是欺瞒组织的重罪。杜文爆料说，王丽霞是习近平亲自点头任命的。他曾在2009年，习近平视察陕西习仲勋纪念馆时，通过赵乐际爬上床，作为赵向习的投名状。王丽霞与赵乐际、石泰峰关系暧昧，赵乐际先与其有染，后送给习近平表忠心。石泰峰在疫情期间与他腻乎。杜文称，习近平对石泰峰事件不满，从此不理王丽霞。王丽霞多次求见被拒。杜文认为，王丽霞此时落马，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借此向习近平施压，逼迫习近平在中共4中全会让步，中共21大不再党政军一肩挑。我们无从考证王丽霞到底是通过习远平攀上习近平，还是直接跟习近平攀上关系的。但随着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闻不断，就连他的后宫都开始不稳了。除了王丽霞，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变成饭后谈资。铁凝这位文坛美女作家，曾掌舵中国作协19年，官至副国级。据传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相识，两人曾有一段文艺情缘。有爆料称，当年若不是铁凝的父亲嫌习近平高干子弟不靠谱，今天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，而是铁凝了。而自媒体人雷一平却不认同这种说法，他认为棒打习近平与铁凝这一对鸳鸯的，不是铁凝的父亲画家屈铁阳，而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。1982年，习近平29岁，他正遭遇婚姻和仕途的2场危机。婚姻上，他的第一任老婆柯玲玲正在跟他闹离婚，他们于1979年结婚，媒人是中共元老叶剑英。那时叶剑英是军队的一把手，大权在握，跟邓小平平起平坐。1978年，习仲勋刚刚复出，被安排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，而柯玲玲的父亲柯华是个外交官，曾任英国大使，他是叶剑英的亲信。叶剑英安排习家和柯家联姻，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派系内部的团结。柯玲玲见多识广，气质高雅，大小姐风范十足，而习近平是工农兵大学生，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两人个性和观念差异很大。柯玲玲想和习近平一起去英国留学定居，习近平不肯。1982年，习近平任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，正赶上邓小平决定大裁军，习近平如果继续留在军队，也是升迁无望，所以他必须另谋出路。当时习仲勋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，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。他把儿子习近平安排到河北省正定县去当县委副书记。到了正定之后，向来情场失意的习近平不期然迎来了一场迟来的初恋。习近平很快就认识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子作家贾大山。贾大山的短篇小说获得全国大奖，习近平就经常去找他喝酒聊天。贾大山就把也获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在保定的铁凝介绍给了习近平。铁凝当时26、7岁，相貌普通，但性格活泼，跟柯玲玲的高冷洋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习近平对他一见钟情。那时的习近平年轻高大帅气，又是县委副书记，又是高干子弟，铁凝就有了攀龙附凤的想法。他又回报给习近平极大的热情，两个人很快就如胶似漆。这在当时河北作家圈子里面都传开了，在正定县委大院里也是家喻户晓，人尽皆知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当两人开始谈论婚嫁时，突然就传出了分手的消息。很多人都以为铁凝父母反对，其实的情况正好相反。铁凝的父母都是体制内所谓追求进步的人，女儿攀上高枝，他们心里面是很高兴的。真正反对他们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。1962年，习仲勋因为女作家李建彤写的小说《刘志丹》被毛泽东整了10几年，差一点就家破人亡。毛泽东给习仲勋定的罪名就是利用小说反党，
最后习仲勋被关进了监狱。习仲勋深知中共内斗的险恶，一篇文章甚至几句话都能被对手捕风捉影，当作罪状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娶一个作家当老婆，他每天都在写文章，那就等于是每一天在给政敌送材料，每一天在给政敌送刀子。所以习仲勋是坚决不准习近平娶铁凝当老婆的。习近平不敢违逆父亲的意愿，只好选择放弃。随后习仲勋为了补偿铁凝和安慰习近平，他再次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，让铁凝当上了中共的文艺干部。中共在文艺界建立了2套外围机构，一套是中国作家协会，另一套是中国文学界艺术联合会，作为中宣部的外围组织，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统战和控制。在习仲勋的运作下，铁凝原是地方小杂志的编辑，1986年他就当上了河北省文联主席，还不到30岁他就成了厅局级的干部。铁凝从小就是小粉红，既然不能够嫁入豪门，那就自己成半个豪门，所以2个人分手后还一直藕断丝连。习近平离开河北到福建当官，以及跟彭丽媛结婚之后，还一直保持着跟铁凝的书信来往。铁凝经常给习近平推荐一些文学著作，习近平没时间和兴致去读，但是后来拉书单的时候，他是派上用场的。习近平也经常给铁凝进行一些政治上的指导。1989年6四之后，在习近平的指点下，铁凝成为第一个公开支持大屠杀的作家和省文联主席，因此他得到了中共高层的特别关注。于是各种文学奖项纷至沓来，他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。2006年，他就当上了中共全国作家协会的主席。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，从2016年开始，铁凝就当上了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。这2大正部级机构由铁凝一人主持，史无前例。但是令人难以琢磨的是，习近平安排自己的老婆彭丽媛屈居铁凝之下，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。这是不是他悄悄给予铁凝今生无缘做夫妻的补偿呢？而与铁凝同期的作家，像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、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宝、活着的作者余华，还有女作家王安忆、芳芳、池莉的作品，都比铁凝的作品水平高出一大截。但是他们的仕途上都竞争不过铁凝，这就是权力的魔幻。铁凝也是背景大树，好乘凉啊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